Hello，大家好，我是先锋君。古往今来，有江湖就有纷争，有武林就有争霸。我们在很多武侠小说和影视剧中都会看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帮派、门派、团体、组织，他们各自抱团形成一体，目的无外乎两个：求生存、求名利。而海贼王世界似乎也离不开这一规则。海贼王戈尔蒂罗杰死后，大航海时代开始，有实力的大佬们纷纷招兵买马，没实力的喽啰四处抱大腿求包养。大家不约而同地乘上伟大航路这艘时代巨轮，在激浪中拼命厮杀，为的就是在江湖中赚得一席之地，成为海贼王，得到罗杰宝藏，为世界所崇拜。而在这些肤浅俗气的江湖乱斗中，总会出现一些清流，他们无门无派，他们与世无争，他们无欲无求，他们特立独行，他们高傲孤独，仗剑天涯，不求什么武林盟主，也不要什么宝藏财富。他们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但是他们每一次走入镜头，即便是作为背景路人，也很难被观众忽略。往往一些绝世高手，作者埋下的故事主线索，主角升级必须的武器经验，都隐藏在这群人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独行侠。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海贼王里的独行侠，被誉为世界第一剑豪的鹰眼乔拉可尔米霍克。作为海贼，鹰眼米霍克可谓是特立独行的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海贼团，没有伙伴，没有手下，在家都是自己务农种田，出门全靠自己划船，不论走到哪里就是一个字儿酷。作为原七武海，鹰眼似乎没有自己的什么人生理念之类的东西。他的几次出场，除了受海军总部召集执行任务之外，其余几次都是类似于消遣观光，乘着单人舟随波逐流，随遇而安，飘到哪里就是哪里，遇上不爽的海贼就是一刀砍过去。比如在动画23集，鹰眼首次出场就非常随意的将东海霸主克里克的帆船一刀砍断。据海上餐厅的人员介绍，鹰眼曾凭一己之力将前往伟大航路的克里克海贼团50多艘海贼船全部砍翻，然后又追到了东海。当克里克的船员质问鹰眼：“我们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时，鹰眼十分随意的说：“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后来也许又因为无聊，鹰眼跑去新世界找红发喝酒聊天。独行侠们自由潇洒的生活大概也不过如此，没事旅游喝喝酒打打架，没有钱了还可以收一收保护费，或者寄拿一些悬赏饭换钱，然后继续重复着旅游喝酒打架这种朴实无华的生活。关于鹰眼的真正实力一直都是个谜。海贼王似乎存在着一个有趣的定律，超新星和七武海是衡量那些有一些名气但还不是很厉害的角色的标准，而四皇则是衡量强者们实力强弱的及格线。关于鹰眼是否具有四皇的实力，海迷们众说纷纭。官方公布鹰眼为世界最强剑豪，也就是说在剑术上应该强过四皇红发、海军大将藤虎。藤虎生命卡公布其为剑士之后，官方又公布了鹰眼的生命卡，其中提到鹰眼拥有武装色霸气和剑纹色霸气，没有霸王色霸气，这似乎很符合鹰眼的人物特征：自由不羁、特立独行，没有王者资质，也不想做王者，如风一样自由。不像多弗朗明哥那样喜好权力地位，渴求称霸一方。另外，鹰眼的生命卡中也有说明，很长一段时间鹰眼都处在独孤求败的状态中，唯一能与他抗衡的红发因为在东海失去了一只手臂，实力有所衰减，所以鹰眼再也不想对红发拔刀挑战了。似乎在他之上已经没有他想要挑战的强者。鹰眼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待一个比红发更强的剑士。在没有对手的时间里，鹰眼因为太过无聊，所以加入了七武海。就目前为止，海贼王中还没有哪个人物是处在独孤求败的无聊生活中。就连四皇号称海陆空最强生物的百兽凯多，在听闻大妈海贼团入侵和之国时，也表露出大惊失色的神态。但鹰眼似乎没什么可怕的，他那张冷酷俊朗的脸上从来没有惊恐二字。他既不畏惧天龙人，也不害怕四皇，更不忌讳海军。阿拉巴斯坦篇章结束后，克洛克达尔失势，被七武海除名，海军则召开会议讨论后续安排。鹰眼也来到马里乔亚出席会议，但是却直言只是对新闻人物路飞感兴趣而已。而在漫画914话时，因为世界会议上通过了废除七武海制度的决策，鹰眼的七武海再也享受不到海军给予的权利，转而回归海贼身份，成为海军重点通缉的对象。鹰眼孤身一人待在克拉伊加纳岛的废墟之中，面对前来围剿的海军，鹰眼只是静静地坐着，用带有兴奋的语气说道：“又回到久违的被追捕的日子了，真是让人兴奋。”或许被海军通缉是鹰眼枯燥生活中一剂调味剂，让此时此刻没有对手的鹰眼能够找到一丝激情和快感。而海军方面似乎多多少少低估了这位独行侠的势力。虽然鹰眼没有海贼团，但是与他生活在同一岛屿的狒狒们，个个都不是无能的角色。从2年前这些狒狒让索隆大吃苦头可以看出，
海军中少将以下的级别未必能突破狒狒军团这一道关卡。顶上战争时，齐武海受海军总部召集迎战白胡子海贼团，鹰眼在其中甚至比大将黄猿还能摸鱼，象征性的试探着给白胡子一刀，被钻石乔斯拦下，又与白胡子海贼团第5番队队长花剑比斯塔对招，未分胜负。有人觉得鹰眼的实力不过如此，与白胡子旗下队长打个平局，在顶上战争多次出手都被拦下，似乎不具备什么威慑力和杀伤力。但从鹰眼的状态中可以看到，实际上鹰眼并没有以认真的态度面对这次战争。就如前面所说，鹰眼之所以加入王下七武海，完全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对于海军，他从来没有将这个组织当成自己的上司或者其他，从来都是敷衍和轻视的态度。顶上战争，鹰眼没有什么想要斩杀的目标，也没有必要与白胡子海贼团展开殊死决斗。在追击路飞时，鹰眼也只是为了测试一下这个新一代崛起的超新星海贼到底有怎样的实力，而并没有想要路飞的性命。可以想象，若不是海军高层监视着战场上的动态，鹰眼想必连刀都懒得拔。也许当时的鹰眼正一边敷衍着出刀，一边在心里焦急地等待着下边打卡的时间。直到四皇红发出现在顶上战争的战场，鹰眼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以并没有承诺与四皇红发开战为借口，迅速溜出战场。摸鱼混底薪的技巧，甚至连黄猿也要自叹不如。除了高强的剑术和未知的霸气，鹰眼还拥有无上大快刀12宫之一黑刀叶，被誉为世界最强黑刀。和治国篇索隆喜提传闻可以斩向地狱的炎魔刀，此刀品阶仅为大快刀21宫，但是索隆一刀下去几乎削掉了整个海岸。而且当索隆手握此刀时，这把刀险些将索隆吸干。那么可以想象，能驾驭无上大快刀12宫的黑刀叶的到底是何等人物？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鹰眼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悍。海贼王前半部分曾说过，很多时候并不是人在选刀，而是刀在选人。能驾驭名刀的人物不仅仅拥有高强的剑术，还需有常人不及的魄力、胆识、气势，这些东西画出来的力量想必要比霸王色霸气还要稀少。此外，在鹰眼的生命卡中还隆重介绍了鹰眼的另一个能力，那双老鹰一般锐利的眼睛。其中提到，鹰眼的眼睛拥有千里眼一样的能力，可以在很远之外洞察对手的动向，甚至还能破解对手的招式。这一能力在顶上战争时就略微透露了一些。混乱的战场，鹰眼掠过无数杂兵，一眼就锁定了逃跑的路飞。但关于这个瞳术的其他作用还没有被官方透露。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但凡强者与生俱来都自带一些 buff 一样的能力，就如从小力量惊人刀枪不入的大妈一样，后天的能力占一半，先天的天赋占一半，没有任何一个强者是凭空出现的。以大隐隐于市来形容鹰眼再恰当不过。在不需要执行海军任务和消遣娱乐时，鹰眼多数时候都会待在克拉伊加纳岛的废墟王国中看豹种田，对外面所有的事情都不太关心，对后来同住的佩罗娜和索隆似乎也是爱答不理。但这位外表冷酷无情的杀手也拥有柔情的一面。在东海追杀克里克时，索隆终于碰到了自己一生所求的目标——世界第一剑豪鹰眼。原本鹰眼根本没有把这个毫无名气的小海贼放在眼里，别人口中的大名鼎鼎的赏金猎人索隆，在鹰眼看来只是可悲的弱者。耐不住索隆的坚持，鹰眼只好敷衍般掏出自己脖子上的挂件与索隆决斗，毫无悬念地将索隆击败。但是索隆宁可一死也不退缩的气势震惊了鹰眼。鹰眼最后给予其最高的尊重和礼仪，拔出世界最强的黑刀叶将索隆砍倒，并鼓励道：“你想死还太早了，我就是乔拉克尔米霍克，认清自己，认清世界，变强吧。不管度过多少岁月，我都会在最强的位置上等着你，超越这把剑，超越我吧，罗罗佐亚。”索隆。沉睡许久的激情在鹰眼的心中燃烧起来，他终于看到了有一个即将超越自己的剑豪正在冉冉升起。索隆也不负所望，被暴君熊打到鹰眼所在的孤岛上之后，刻苦修行，终于在2年后学有所得。而在与佩罗娜相处的过程中，鹰眼从起初的冷漠到后来似有似无的关心，一向嘴不饶人的佩罗娜后来也由衷的赞叹鹰眼太温柔了。世界会议后，鹰眼知晓七武海制度很有可能被废除，那样的话，居住的岛屿很快就会变成战场，也许会连累佩罗娜，于是让佩罗娜离开，并嘱咐她路上小心。佩罗娜则表示感谢2年来的照顾，失去了七武海的地位，又不想再找失去一只手臂的红发决斗，巅峰颜值的最强剑豪鹰眼，今后的生活又将是何去何从呢？不甘寂寞的他，在碾压完袭击克拉伊加纳岛废墟王国的海军之后，还能重回枯燥乏味的生活吗？大家都推测，
和之国篇是剑豪索隆大展宏图的篇章，也许同样是剑士的鹰眼会乘着他那艘简约朴素的单人舟，伴着无敌是多么寂寞的 BGM， 悠哉悠哉地来到和之国，参与大徒弟索隆的这场屠龙之战，将海贼王推向另一个浪潮之巅。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